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极境之美，我是 Melvin。那最近呢，我重新读了赫尔曼·黑塞的一个经典小说《悉达多》，这是一部我非常喜欢的小说，我时不时呢就会重新再阅读。那这部作品呢，被誉为20世纪最具有启发性的文学之一，因为它将古印度佛教时代的哲学融入主人公悉达多的心灵探索之旅。那黑塞呢，也凭借这部小说和其他他的杰作，比如说德米安、荒原狼等，获得了1946年的诺贝尔文学奖。他的作品呢，既浪漫又深邃，为全球读者都带来了心灵的震撼。悉达多呢，是讲述了一个关于追寻生命真谛的故事。主人公悉达多经历了从婆罗门家庭的宗教修行到世俗的享乐，最后达到智慧与平静的旅程。那每次读到这本书，我都会问自己，我们究竟该如何找到真正的幸福？而内心的宁静是否真的可以通过外在或内在的探索来实现？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？可能是在繁忙的生活当中，突然感觉到很迷失，渴望可以停下脚步，又或者你达成了某种梦寐以求的目标，却发现内心依然空虚。这些疑问让悉达多的故事显得如此贴近我们的现实。那今天我想要和大家一起踏上一场心灵之旅，我们将通过悉达多的故事来探讨佛教的智慧，以及它如何在现代生活中仍然具有启发性。同时我还会试图结合哲学、心理学、文学，甚至是物理学和医学的观点，让这场探索更加全面。那准备好让我们的内心沉淀下来，进入悉达多的世界吧。悉达多是一部关于内在探索与人生觉悟的经典小说。赫尔曼·黑塞以简洁而诗意的文字，讲述了一个人的精神旅程。这个故事横跨苦行、世俗和最终的智慧之境，每一个阶段都充满了哲学的深意，触动着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深处对人生意义的追问。故事一开始，悉达多生活在婆罗门的家庭中，这是一个充满祭祀与经文的环境，象征着传统的宗教智慧。他被周围的人视为天选之子，一个将继承伟大知识的未来圣者。然而，悉达多感受到一种深深的空虚，他意识到经文中有无尽的智慧，但无论多少经文，依然无法填补内心的空白。于是他选择离开家，与沙门，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苦行僧，一起同行，学会放下物质、放弃欲望的修行方式。他饿着肚子冥想、禅修，试图从极简的生活中找到生命的意义。但渐渐的，他发现外在的苦行并不足以触及真正的自由。正如他对沙门师父说的，你们教会我放下自我，但那只是暂时的逃避，并非真正的解脱。这一段话也让我联想到佛教中的一个重要的观念，非执着。执着于境遇本身，反而有可能会成为一种新的束缚。我们或许能放下财富，但如果执着于修行的成就，内心仍然无法达到真正的平和。悉达多最终离开了沙门，进入了世俗的世界。在这个阶段，他遇到了卡玛拉，一位智慧与诱惑兼具的名妓。他教会他爱情的艺术，带他进入了享乐与物质的领域。他学会了经商，积累了财富，沉迷于权力和奢华的生活。黑塞在这一部分写道，人们可以学会爱，却无法拥有爱。人们可以拥有财富，却无法永远满足。悉达多的经历就像是一面镜子，折射出我们现代生活中的迷失。我们追求物质，追求于外在的成就，
但那些满足感是如此的短暂。正如心理学家马斯洛所说，人的需求是一座金字塔，当基础需求被满足后，我们就会寻求更高的自我实现。但很多时候，我们却陷入了这种追逐低层次满足的循环，无法脱离。而在悉达多的沉沦过程中，他开始感到极度的厌倦，甚至是痛恨自己。他内心深处清楚，这一切只是幻象，但他无法挣脱。黑塞也写道，世界上所有的快乐与荣耀都像是一场美丽的梦，醒来后什么也不剩。这句话让我想到，世俗的生活虽然有它的必要性，但它从来都不是通往幸福的终点。我们或许需要经历这些，才能够真正明白那些虚妄的本质。悉达多在经历了世俗的繁华与毁灭后，选择放下过去的一切。他来到河流边，遇见了一位老船夫，并与他一起生活。船夫告诉他，河流教给我们的远比任何书本都多，它既流动又静止，既是过去也是未来。悉达多开始观察河水的流动，他发现每一滴水都在流向未知，但它们同时也属于永恒的河流。黑塞在这里写道，时间并不存在，只有当下。这种对时间的观点与佛教的核心思想是相通的，那就是时间是一种幻象，真正的真理是存在于当下的体验当中。当悉达多明白了这一点，他开始感受到内心的宁静与平和。这段河流的象征是对现代人来说具有深刻的启示，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加速的时代，时钟似乎是我们的主人，但真正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在当下找到自己的节奏。正如冥想导师乔恩·卡巴金所说，当你完全活在当下时，你会发现时间静止了，而你成为了生命本身。悉达多的故事不仅是一个个人觉醒的旅程，也揭示了生命的非二元性。苦行与享乐看似对立，但实际上他们是同一条道路上的不同阶段。正如佛教中的中道思想所强调的，极端的境遇或沉迷都无法带来解脱，唯有走在中道上，才能平衡生命的张力。而现代物理学家大卫·波姆也曾用量子理论来解释宇宙的整体性。他认为宇宙的本质是一种流动，对立的事物其实是一体的。这种科学的观点与悉达多在河流旁的领悟是何其的相似。我们的生活可能可以分割成片段，但从更大的视角来看，这一切都是完整的，都是我们成长的一部分。读到这里，我不禁问我自己，我们是否也像悉达多一样，常常被外在的目标驱使，而忘记了当下的真实？河流的智慧告诉我们，生命并不是一个需要完成的目标，而是一个需要体验的过程。或许我们真正需要的不是更多的答案，而是与自己内心的对话。黑塞通过悉达多让我们看到，探索的终点不在远方，而在当下的每一个瞬间。这是一个充满浪漫与智慧的故事，也是对我们生活的深刻反思。佛教的核心思想围绕着四圣谛与八正道，它强调苦的根源在于执着，而解脱之路则需要放下执念，回归内心的宁静。这些思想呢，在悉达多中也具有深刻而具体的体现。之前我有一部影片，主要是讲了佛教的一些智慧，如果你感兴趣的话，你可以回去看这支影片。那现在呢，我就只是简单的结合悉达多的故事来做一些简短的分享。
佛教的核心思想围绕着四圣谛与八正道，这是一套完整的哲学与实践系统，帮助人们理解生命的本质与解脱之道。他强调，苦的根源在于执着，解脱之路则需要放下执念，回归内心的平静。悉达多中，这些思想被形象化为主人公的生命旅程，让读者深刻地感受到佛教智慧的力量。佛教认为，生命的苦难来自于贪、嗔、痴及过度的欲望、情绪的掌控与无明的迷失，而这与心理学家卡尔·荣格的分析也有惊人的契合。荣格认为，人类的内在痛苦常源于内心的对立。当理想的自我形象与现实的生活处境不一致时，分裂与痛苦便会产生。悉达多中，悉达多的旅程正是这种内心挣扎体现。第一个是所谓修行的执着。悉达多在刚出入沙门，沉迷于清苦的苦行生活的时候，他希望通过禁欲与压抑来获得解脱。但这种极端的修行只让他更加疏远自己内心的真实。他开始怀疑，我是否真的理解了生命的本质。书中描述，悉达多开始怀疑，所有的苦行和禁欲是否是另一种形式的执着。第二个呢，是所谓世俗的诱惑。在他追求享乐的阶段，悉达多沉溺于奢华与感官的快乐。他学会了赌博、赚钱，也尝试着爱情、性爱，但这些外在的成功并非带来内心的满足。他开始意识到，过度的贪婪让他逐渐迷失。最后，我们来到河流的启示。悉达多最终回归自然，在与河流的对话中领悟到真正的智慧。万物皆流转，苦乐如同水流，应随之而去，不可强求。这一过程正印证了佛教对中道的强调。人生的智慧在于不偏于极端，也不执着于清苦，也不沉迷于享乐，而是找到世界和谐共处的方式。佛教的八正道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实用的生活指南，帮助我们在混乱的世界中找到方向。八正道的核心是行为、思想与生活方式的全面平衡，在悉达多当中也有具体的表达。第一个是关于正见与正思维。悉达多通过不断的反思，从迷失走向觉醒。他意识到，追求任何外在的形式或欲望都是短暂的，只有内在的清明才能带来真正的满足。在现代社会，这也提醒我们，在这样资讯爆炸的时代，我们需要学会区分什么是真正重要的价值，而非盲目追求潮流或表象。第二个是关于正语与正业。悉达多在世俗生活中成为成功的商人，但他逐渐感受到这种虚伪的话语和过度追求金钱，让自己感到内心的空虚。最终，他选择了回归到简单的生活，寻求与世界的真实连结。这一点对于今天我们也有重要的启示。选择诚实且有意义的生活方式，不仅能够让我们更接近自己的本心，也能够创造更健康的社会环境。第三个是关于正念与正定。书中，悉达多在河流旁学会静观生命的流动，这是一种非常原始的正念练习。他不再抗拒，也不再追逐，而是与当下和解。正如书中所言，一切的痛苦和幸福都是水流中的波涛，只有河流本身是永恒的。在现代，正念与冥想已经被证实能够有效地缓解压力和焦虑，帮助我们在快速变化的世界中找到内心的平静。这些佛教的思想通过悉达多的故事具体呈现，让人深思，也感受到一种无法言说的浪漫。而这种浪漫就来自于对生命的真挚探索，对未知的敬畏，以及对自我与宇宙关联的深刻感知。接
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哲学与科学是如何看待内在探索的。叔本华对印度哲学的热爱和深入研究，使他在西方哲学中带来了独特的东方智慧。他认为人类的痛苦源于无止境的欲望，而这种欲望推动着生命的车轮，让人无法停下来享受片刻的宁静。他在《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》这本书中写道，欲望的满足带来的永远不是幸福，而是新的欲望。这与佛教的四圣谛中的苦谛与灭谛的教导相呼应。他提出的是，只有消灭对外在的执着，才能找到真正的平和。而悉达多的旅程正是对此哲学的一次生动的诠释，也就是所谓从追求世间的财富与地位，到彻底的放下，最终在河流边体悟到生命的本质。另外一位哲学家尼采，虽然对印度哲学的态度较为复杂，但他提出的永恒轮回的概念却令人联想到佛教的轮回观。他写道，假如这一切都将无限次的重现，那么你会选择如何过你的生活？尼采的问题让我们回到当下，思考自己是否能够完全接受生活的每一部分，包括痛苦与挑战。这种对现实的积极拥抱，与佛教当中的在当下找到解脱的观点有着深刻的共鸣。接下来我们从科学的角度来理解一下佛教的智慧。爱因斯坦在解释相对论时曾经说过一句发人省思的话，他说，区分过去、现在与未来的时间顺序仅仅是一种执着的幻象，而这也与佛教对时间的看法是不谋而合的。在佛教中，过去和未来皆是幻象，只有当下才是真实的存在。这种对时间的洞见，在悉达多在河流旁聆听水流声的场景中也得到了直观的体现。水流既象征着时间的流逝，也代表着永恒不变的当下。现代脑神经科学的研究表明，当人们专注于当下，进入正念状态时，大脑中的杏仁核活性会减少，压力与焦虑也会因此降低。同时，前额叶皮质的活动增强，这让人们体验到心流的状态，他会感受到极大的满足感与创造力。悉达多在聆听河流的语言时，达到了一种心灵的专注与和谐，而这正是现代科学所描述的正念的最佳写照。量子物理学家们也对佛教的非二元性的观念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波尔和海森堡等人提出的波粒二象性表明，事物的性质并非绝对，而是取决于观察者的视角。这与佛教当中空性的观念也是不谋而合的。一切事物的存在是相互依存，无法独立的。当悉达多放下对分别心的执着，看到自己与河流与整个世界融为一体，他所体验的也正是这种深刻的空性体悟。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的高峰体验，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悉达多在河流边的顿悟。这些高峰体验往往带着一种无限的喜悦和深刻的理解感，它们超越了日常的思维与限制。在这些时刻，人们不再感到分裂，而是与世界达成了一种难以言喻的和谐。这种描述不正是悉达多大彻大悟的最佳心理学解释吗？这些视角让我们看到，无论是哲学、科学还是心理学，都试图回答同一个问题：我们如何在无常的世界当中找到不变的内心平和？而悉达多的故事也提供了一个触动心灵的答案，那就是通过探索与放下，找到生命的真正意义。悉达多作为赫尔曼·黑塞的代表作，无疑是文学史上关于内在探索的经典之作。这部作品以佛教智慧为核心，
却又超越了宗教的框架，触及了人类对生命真谛的终极思考。其深刻的影响力不仅局限于哲学与心理学领域，还在文学、艺术和文化当中激起了深远的回响。在书中，黑塞用诗意的语言讲述了悉达多从王子到苦行僧，再到平凡周夫的心灵旅程。这是一场灵魂的朝圣，充满了迷茫与追问，也闪耀着智慧与和解。悉达多说的一句经典台词是：智慧无法传授，只能经由亲身体验获得。这也成为了人类探索自我的永远箴言。这句话影响了不计其数的作家与创作者，例如约瑟夫·坎贝尔在他的《英雄之旅》当中提到，悉达多的旅程正是英雄原型的一种象征。每个人都要经历失落与发现，才能实现真正的自我。村上春树的小说当中，内在探索的主题反复出现，比如说在 EQ84 中，主人公青豆和天武的故事就充满了对真实自我的追寻。村上不止一次提到，悉达多对他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他曾说，黑塞的小说让我第一次意识到，小说不仅仅是讲故事，它还可以引领我们进入内心深处。村上以东方哲学为灵感，在现代社会的框架内重新诠释了内在探索的意义。悉达多那种放下对外在世界执着的智慧，与村上笔下孤独却坚韧的角色有着微妙的共鸣。安德烈·塔科夫斯基的电影，比如说《牺牲》、《索拉里斯》，以及深刻的宗教性和哲学性，被视为视觉艺术中的悉达多。在《牺牲》这部电影当中，塔科夫斯基以极简的镜头语言表现了人类在危机中的救赎与内省，与悉达多对苦难的接纳和自我和解不谋而合。岩井俊二在《情书》这部电影当中，也以细腻的情感和唯美的画面，展现了时间与记忆的流逝。他的创作当中也蕴含了佛教的智慧，特别是对无常与平和的诠释。这种美学与黑塞的文学风格也形成了跨文化的对话。佛教思想不仅渗透在文学与电影当中，也影响了现代许多身心灵导师和科学家。比如说之前我们一直提到的约翰·卡巴特金，结合佛教的正念冥想与现代心理学，创立了正念减压疗法，而这种方法如今也被广泛的应用在医学与心理健康领域当中。而现代物理学家，比如说卡洛·罗韦利，在探讨量子力学的时候，也不时的会去提到佛教的哲学观点，特别是这种一切事物皆为互相依存的思想，这与悉达多在河流边感悟到的万物皆一的真谛也有着惊人的相似。当我重读悉达多这本小说，并重新审视一些其他电影导演的镜头语言，或者是其他作家的叙事的时候，我发现了一个共通的秘密。这些创作之所以能够触动我们，是因为他们揭示了我们内心的渴望和挣扎。就像悉达多最终在河流的流动当中找到了安宁，这些文学与艺术作品也提醒我们，内在的探索的答案可能并不在远方，而是在当下的片刻之中。或许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条河流，倾听它的流动，与它融为一体。每次读悉达多，我都感觉自己正沿着一条蜿蜒的河流，体验着时间、情感与生命的交织。赫尔曼·黑塞在书中描绘的不仅仅是悉达多的旅程，更是一种生命哲学的缩影。书中的河流是一个强烈的象征，它唤醒了我们对当下的理解。我很喜欢的一个身心灵大师艾克哈特·托利在《当下的力量》这本书当中提到，唯一真正拥有的是此时此刻。而悉达多最终明白，幸福并非来自于改变外在，而是与流动的时间和平共处。这里面说到的一句话是：河流一切皆是，
河流，一切都不曾改变。悉达多在书中经历了欲望、痛苦与孤独，但他同时也感受到爱、喜悦与和平。荣格曾经说过，人类心理的完整性来自于整合对立面，而悉达多的故事正是一个自我整合的过程。我们在了解自己的心理面具、人格面具的过程当中，也了解自己的 shadow、自己的影子。这时候，我们才可以真正的去接受我们生命的矛盾，我们才会获得真正的自由，而并不是只是单纯的放下对特定结果的执着。悉达多最终的智慧来自于他与河流的对话，来自于他对万物的深刻连结，而这也让我联想起了现代身心灵导师克里希那穆提的观点：当你看到自己与他人无二无别的时候，便能够拥有真正的平静。这也让我不禁思考，我们是否也可以从悉达多的经历当中汲取一些灵感，无论是通过冥想、艺术创作，还是与自然对话，这些都是我们与世界连结的方式。悉达多的故事告诉我们，内在探索并没有终点，我们都像河流中的一滴水，不断流动，与其他的水滴相遇、分离，最终融入更大的存在。正如悉达多里面所说，重要的不是寻找答案，而是学会倾听。希望今天的分享能让你找到一些内心的静谧，也激发你对生命旅程的思考。让我们记住，无论外在多么的喧嚣，真正的智慧总是存在于我们内心的某个角落，等待我们静下心来去发现。那如果你喜欢这一集的话，记得点赞、分享并订阅我的频道。你也可以关注我的 Instagram Melvin Doesn't Know， 我才会在里面分享很多我的摄影作品和我对世界的看法。那也欢迎你在底下留言，让我知道你有没有什么看法，或者你有没有对什么话题感兴趣。我也很乐意在未来的节目里面多跟大家分享我的看法。那我们就下一集再见，让我们继续在这条无尽的河流上相遇。那就谢谢大家咯，拜拜。